我們遇到豬爸了，對方居然嗆我媽說：“你不能趕我走啊，你沒有資格趕我走，因為我們當初是有公證的，所以我不會搬走。”結果那裡面整個就跟世界末日一樣，就像現在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這樣，真的是超傻眼的。大家有聽過真心換絕情這句話嗎？最近這件事情血淋淋的發生在我媽媽的身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上這間房子，在畫面上的左邊是我媽重新粉刷過，把家裡整理好之後要租出去給房客之前的樣子。畫面的右邊呢，房客他剛就落跑之後現場的可怕模樣。我們遇到豬爸了。那今天我就來把這件事情分享給大家知道，主要是希望大家未來如果遇到類似的狀況的話，能夠有所警惕。我覺得每個人的善良都應該是要有一個界限的，因為我覺得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。好，那事情就是我媽媽她在台南呢有一間老公寓，那這是她未來回到台南養老要住的房子。那目前呢，就是都會把它重新粉刷之後租出去。我們出租呢，一律都是空屋出租，也就是說不會有任何的家具、家電、冷氣這些都不會有。就房客呢自己長租，然後安裝任何他想要的東西。快2年前，有一位單親媽媽，她找上我媽媽說她想要租這間房子。我媽媽她一開始好像有發現對方經濟能力不是那麼寬裕，但她後來就算是心軟了。那為什麼會說她心軟了呢？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我以前的身世。那我小時候呢，大概在我11歲的時候，我父母就離婚了。那一開始呢，我父母是沒有在我們身邊的，是我帶着2歲的妹妹四處寄人籬下，住在親戚家。那直到後來過了幾年吧，我媽媽她事業工作穩定了之後，把我們接過去一起生活。那她一個單親媽媽這樣把我們帶大，她其實知道單親媽媽的困難，所以她就心軟，就覺得說對方是一個媽媽，然後帶了2個小孩這樣子，後來就租給對方了。那個單親媽媽她有一個重度憂鬱的女兒，跟一個大概2歲左右的兒子是遲緩兒，很不容易吧？他們可能是不知道是領失業救濟還是怎麼樣。租房子呢，我媽媽她一定都是會跟房客去公證的，然後她就發現對方好像拿不出錢來啊。那因為公證通常來說，房客跟房東會1人1半嘛。那我媽媽她就幫對方出這個錢。那除此之外，我媽媽知道她不容易，所以像母親節或逢年過節，我媽媽也都會包紅包給她，希望可以讓她比較容易過日子。一切聽起來好像就是一個很溫馨的故事，對不對？但是噩夢就開始了。因為對方跟我媽約定的繳房租時間是1個月1次，正常來說大家都是這樣子，我們就是月繳。可是對方都會在快要繳費的時候，就突然傳訊息跟我媽媽說，不好意思哦，因為我這個月我的手頭比較緊，那可不可以讓我先分期付款？那我先給你3000，那他可能再過個10天再繳個5000，就這樣長期下來之後，我媽媽發現不太對勁啊，因為其實房租這樣算下來，大概已經欠了7個月的房租沒有繳了，就是他都是2、3個禮拜繳個3000，再越拖越久，可能在3個多禮拜繳個5000，甚至就是直接1個多月不繳。然後我媽就覺得這樣下去不行，所以就決定要請他把欠租結清，不然就要請他搬走。那對方就是完全耍無賴哦，就是各種借口、各種理由。最後我媽媽不得已只好寄出存證信函。那我媽媽她這件事情是直到寄出存證信函的時候，她才讓我知道的。但是她為什麼不敢跟我說？因為她知道我的個性非常的強悍，我是二話不說會衝下去台南解決這件事情的啊。當然我不會什麼施展暴力，可是我一定會要求對方要搬離。就這件事情，我是不會輕易的讓他們佔我媽媽便宜的，因為我媽媽她還要繳房貸，那房子是她未來要養老的房子。然後我媽媽寄出存證信函之後，對方居然嗆我媽說：“你不能趕我走啊，你沒有資格趕我走，因為我們當初是有公證的，所以我不會搬走。”真的是超扯，然後也不打算繳錢哎，我真的是沒看過這種的。而且他們其實住進去沒多久之後啊，傳訊息給我媽說，不好意思，我兒子把你的窗簾給用壞了。對，我媽媽做窗簾給他們，結果他把窗簾用壞了，然後這都不打緊。大概存證信函寄出去過1個多月吧，鄰居先生他就傳訊息給我媽媽說，你的租客好像扛了很多行李要走，那你們租約應該還沒到吧？對方可能就是趁機逃跑，所以呢，他
還欠了我媽媽大概7個月的房租，然後還有那1個月份的房租也是完全沒繳，所以這邊大概就損失11萬塊了。我媽媽在他們搬走之後，她就把鑰匙給鄰居，請鄰居去看一下屋況怎麼樣。結果那裡面整個真的世界末日一樣，就像現在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這樣，真的是超傻眼的。這個陽台跟廁所整個臭氣熏天，家裡房間堆滿了各種廢棄物、廢棄的家具、廢棄的玩具，牆壁上到處都是塗鴉，然後門也被破壞了。就是好好的房子給他，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？我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就是我們看她一個單親媽媽這樣帶着2個小孩很不容易啊，那她怎麼會做出這麼惡劣的事情？當年我媽媽也是單親媽媽，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子，我們就算是跟人家租房子，我們搬走也都會原封不動的還給房東。我真的沒有想到人可以惡劣到這種地步。然後後來呢，我媽媽因為她也要繼續把房子租給別人嘛，她就請房仲去估價，說把房子重新粉刷，然後把這些門片那些破掉的東西通通都換好，那要花多少錢？房仲他報價是12萬塊，租這個房子呢，欠了我媽11萬，現在還要再花12萬。等於說那2年真的都白費了，當初還不如不要租出去。然後我媽媽她就很難過，我看到她傳給對方的訊息，她說我這樣對你這麼好，我沒有想到會真心換絕情，你這樣對我占我的便宜，欠我錢也不還，房租也不還，就這樣一走了之。那對方就是都已讀，完全裝死不回。我們對他那麼好，又包紅包給他，他這樣子對待我們，怎麼會有人可以惡劣成這樣啊？我媽媽我看了真的很心疼，因為我媽媽她是很豁達的射手座。他雖然說難過，但是他很快就整理好情緒了。加上鄰居先生他人真的很好，跟我媽媽說，辦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，我幫你清潔，我幫你整理，應該就不會花到那麼多錢。但你要給我時間，我慢慢去處理。後來呢，他幫我們把那個房子重新粉刷處理好，然後換好門片之後，大概花不到原本房仲報價的一半，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謝他。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也不會讓我對人失去信心。這世上有非常非常多種人，那像我們遇到這麼惡劣的人，可是呢，同時也有人對我們伸出善的援手。喜歡這支影片的話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分享給更多你正在租房子或是你是房東的朋友。那下支影片繼續跟着丹丹出去玩，吃喝玩樂不打烊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還沒訂閱嗎？如果你喜歡看居家裝潢風格跟飯店開箱影片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開小鈴鐺。